不行啊，蓝宗主，这金光瑶丧心病狂，又巧舌如簧，指不定一会儿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就是，蓝宗主，你切莫心软。杀了他，杀了金光瑶，杀了他！诸位都冷静下，金光瑶多年前不是已经被诸位亲眼看着封入关内了吗？如今怎会出现在此？何况这是什么地方，我们尚且不知。诸位家主又灵力受损，此时切莫轻举妄动。聂明觉在旁边看了半晌，这才说道：“二弟，你当真要护这个畜生？”大哥，先静观其变吧。蓝曦臣语气柔和，态度却十分强硬，脚步不肯挪动半分。金光瑶被他护在身后，定定地看着他的背影，半晌笑了笑。众位家主见劝不动蓝曦臣，有些胆子大些的已经去找江城了。江宗主，金光瑶现世了，您看这如何是好啊？滚！没看老子正忙着吗？金光瑶出现，聂家都没说话呢，轮得到你们吗？江燕离嗔斥道：“阿成，好好说话。”娘，舅舅一直是这样的。江城冷哼道：“臭小子，还会告状了？”本以为会孑然一身独行一世，却不料还能再碰到这些家人，纵使是南柯一梦也好，总之是看见了，素念了。在此时居然还有些不长眼的人，因为一些不相干的事来打断他这个梦，这不是找骂来了吗？众家主被江城的怒火喷的皆有些挂不住脸面，隐忍不发的退下。而金陵却是微微一愣，透过众家主的包围，看到了里面的金光瑶，默默低下头来，喃喃道了句：“小叔叔。”阿成，魏莹呢？他没跟你在一起吗？于夫人这才想起，以前那个在耳边叽叽喳喳个没完，不闯祸就浑身难受的臭小子，居然没在这里，不由得问江城。终于是有人问起了。那个消失了很久的声音再次出现：“你们一定很奇怪现在发生的一切吧？”随着声音陆陆续续的出现，周围或刀剑相向，或剑拔弩张，或温情脉脉的人们都安静了下来。只听那个声音继续道：“你们现在打也没有用，这个结界里是不存在你们所说的灵力，也是不存在受伤的。”闻言，众人都向一旁打得热火朝天的薛洋与宋子琛看去。按实力来说，薛洋本就不敌宋子琛，可是打了这么久，除却衣衫微乱，两人身上并没有半点伤口。因为这是一个独立的空间，而你们都是从另一个空间被我拉进来的，你们本不属于这里，所以你们离开这里之后，能保留下来的也无非是在这的所看所闻所感，除此之外，这里改变不了你们任何痕迹。也就是说，你们在那个空间是怎么样的，回去之后还是怎么样。顿了一顿，这里就当作是一场历练吧。至于魏无羡，你们不必担心。听到魏无羡这三个字，蓝忘机猛然抬起头，接着那个声音笑嘻嘻地说道：“你们看。”伴随声音的落下，凌空出现一幕画面，一开始隐隐绰绰看不真切，随着画面的游走，视线越来越清晰。这是竟是画面中的夷陵老祖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被子遮住腹部以下，胸口锁骨上或红肿或青紫色的痕迹放肆地暴露在空气中，他却毫不知情地睡得正香甜。蓝忘机掩在袖中的双手紧握成拳，似乎想冲上去把这暴露在众人面前的画面狠狠撕碎。魏婴此等模样，怎能被外人所探？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那幅画面就真的因蓝忘机所想消失了。待反应过来，蓝启仁恨铁不成钢地瞪了蓝忘机一眼，扭过头去便不再说话。众人面面相觑，不知该作何表情。薛洋却啧啧称赞：“这画面当真是香艳至极呀！”两道寒芒袭面而来，蓝忘机冷若冰霜的眸子狠狠地射过来，薛洋不以为意。于夫人问向身边的江城：“魏婴那小子跟哪家仙子结为连理了？”连江枫眠、金子轩和江燕离都纷纷凑了过来。金陵有些羞于开口，不好意思道：“跟韩光君。”韩光君就是蓝忘机。蓝忘机就是那个姑苏蓝氏双臂之一的蓝忘机。不远处的蓝忘机闻声走了过来，向二位长辈行了一礼：“正是晚辈。”于夫人难得愣了愣，半晌骂道：“魏婴这小子胆子不小啊，谁都敢糟蹋。”蓝启仁听到这，颇为同意的点点头。见那个神秘声音又没了动静，蓝忘机便率先开口：“魏婴为何不在此？”那个声音笑嘻嘻的说道：“夷陵老祖啊，他可是主角，
他该出现的时候便会出现的。啊，抱歉，蓝二公子，没经过你同意就把这么诱人的画面放出来了，下次绝对不会了，嘻嘻。蓝忘机当时面若寒霜，那道声音紧接着说道：“那么开始吧。”说完便逃跑一样的消失了。众人眼前一片炫光乍现，刺得人睁不开眼。好半晌，待炫光消失后，同样的位置竟凌空出现了一本巨大的书，足足比平时的书籍大了10倍不止。上面赫然写着4个大字：魔道祖师。众人惊愕不已。难怪说夷陵老祖是主角呢，这本书竟是以他的名号命名的。接着这本书竟自动为他们翻开了，里面是一幅一幅彩色的画面形成的，每页篇幅上大约都有8到10幅图，少数图与图之间还夹杂着密密麻麻的小字。魏无羡死了，大快人心。这句话在众人耳边乍现，竟是从结界里发出的。蓝忘机、江澄等人登时面色铁青，四下张望一阵，想揪出究竟哪个不要命的敢说这种话。周围人顿时噤若寒蝉，可声音依旧没有停下。好，果然是大快人心。首任这夷陵老祖的是哪位名士英豪？还能是谁？他师弟小江宗主江澄呗。云梦江氏、兰陵金氏、姑苏兰氏、清河聂氏4大家族打头阵，大义灭亲，把魏无羡那老巢乱葬岗一锅端了。耳边不断充斥着这样的话，江澄怒火中烧，手在袖中攥了又攥，脸色铁青，眼神冷冽如冰。众人看了这书上的内容，第一个画面中似是在一个客栈里，几个贼眉鼠眼的鼠辈在高谈阔论，人物旁边画着很大一个白框，里面写满了字，而这些字竟是和刚才凭空出现的那句话的内容一字不差。众人这才察觉到，这个结界里竟然有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在帮他们讲述这书上的内容。当年魏无羡死了，被大肆传颂，是在围剿乱葬岗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在这的各位，除了江丰棉夫妇、江燕离夫妇、温情和这些小辈们，其余人似乎都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是以江丰棉急忙问向江澄：“阿英死了。”余下的江家母女和金子轩也看向江澄，等着他的回答。江澄依旧面色难看地回道：“如今安好。”几人这才放下心来。讲述并没有因为这个插曲而停止，此时众人都已经被这本书吸引了过去。看来这本书是写这些年他们身边实际发生过的事。现场一时间，除了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的讲说声，再也没有其他嘈杂声。不错，杀得好。要不是云梦江氏收养他栽培他魏婴这辈子就是个混迹乡野市井的庸徒，还谈什么别的？原先的江宗主可是把他当亲儿子在养，他倒好，公然叛逃，与百家为敌，丢尽了云梦江氏的脸，还害得江家几乎满门惨死。什么叫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这就是江澄的脸色阴沉的可怕，而那几名小辈却是满腔愤懑。魏前辈很好的，你们凭什么这么说他？哎，要说这魏无羡，当年也是仙门之中极负盛名的世家公子，并非不曾有过佳绩。年少成名，何等风光恣意，究竟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随着这句话的出现，在座不了解魏无羡的人纷纷感叹：是啊，魏无羡也曾年少成名，佳绩种种，为何最后却落得这么个下场？众人此刻都觉得这本书或许能找到答案。随着内容的开始，众人首先看到了被人当胸一脚踹飞的吊死鬼，待明白过来这就是魏无羡重生后被现射的身体，皆有些错愕。你夷陵老祖才重生就被人踹个半死，该不该说你人品太差呢？何况还涂这么清奇的一个吊死鬼的妆，被人这么欺负，你重生的可真是太寒碜了。众人皆有些幸灾乐祸，只有蓝忘机眉头紧锁。魏无羡心中不服，虽说他名声是比较差，死状又非常惨烈，但一不作祟，二不复仇，他敢发誓，上天入地绝对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安良本分的孤魂野鬼。这话一出，众人大笑。魏无羡啊，你还能再要点脸不？通过讲说，众人慢慢了解到了这具身体莫玄羽的可怜身世与遭遇。众人看到给夷陵老祖接风洗尘的第一顿，竟是这种连狗都不吃的东西，皆有些感叹。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而江澄、蓝忘机等人皆是眉头紧蹙，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魏无羡重生后会惨成这样。魏无羡不等他说完，忙不迭挤开人群钻进厅堂，热烈地挥手道：“来了，在这。”听到这，众人都预感到接下来魏无羡肯定要作妖了。果不其然，刚才谁叫我？有些缘的，
那可不就是我吗？粉抹的太多，一笑就裂，扑簌簌往下落。众人大笑不已。紧接着，蓝思追在书中的画面里看到了自己。魏无羡见了蓝家的人就牙疼，上辈子常常敷肥他家校服是披麻戴孝，因此绝不会认错。蓝家众小辈纷纷擦汗，蓝忘机面无表情。蓝启仁闻言呵呵两声。披麻戴孝，牙疼？那你现在成了我蓝家人了，咋不疼死你呢？看到蓝思追有意帮了魏无羡一把，蓝忘机淡淡的看了一眼蓝思追。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加入会员，听更多望仙故事。小兵感谢您。